如果是从价位低到高，比较便宜的，当然就是细胶。那接下来的话就是Gore-Tex 跟卡麦拉，这两者差不多。再更贵一点的就是一体真皮，比较不需要花额外的材料成本的，当然就是自体热软骨。我就把这个边角料把它剁碎，然后变成是小颗小颗的。坊间是把这个方法叫做珍珠肋骨鼻基底手术，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大家好，我是整形外科李金轩医师。今天要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贵族手术，也就是鼻基底手术。之前有帮大家分析过，就是法令纹相关的成因，其中一个就是在于鼻基底是属于比较凹陷的。那至于鼻基底凹陷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改善？透过手术的治疗，那它又是怎么执行？材质的差异啊，术后的照顾又有什么要注意的？今天来为大家做一个分享。当你来到我们的诊间，我们评估完你的整体结构，觉得应该是透过贵族手术、鼻基底手术去改善这个地方的凹陷感。我们还会跟你讨论看看说适合用的材质，那以及你个人的看法。常见的材质大家应该有听过，像从细胶、Gore-Tex、卡麦拉、一体真皮、自体的肋软骨，各种材质的差别，其实第一个会影响的就是它的软硬度、它的价位、操作以及雕塑。还要去注意的就是它会不会相较于其他材质有一些位移或是穿出的风险。那至于软硬度的部分的话，细胶它就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 Q 度、弹度的材质，稍微相较于比较硬。那如果是 Gore-Tex 的话，它稍微有一点点可压缩性，那它压紧了之后，它会比较紧密。可是它还没完全压紧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可以压缩的弹性的。那如果说是卡麦拉的话，它其实是内层细胶，外面是 Gore-Tex。所以它摸起来的触感其实是跟细胶差不多的，但是越硬的东西，它在你做脸部动态的表情，可能相对好像没那么自然，反而是比较柔软的东西，或许它稍微会有一点点厚度或是体积上的吸收或是变化，相较于在术后的恢复也会比较自然。但越软的东西，它也是比较不会担心穿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讲话或是笑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边会有我们的颧大肌或颧小肌做这些往上提的动作，那反而是硬一点的东西，如果是垫在这个地方的位置，就有可能慢慢的被它往下压往下压。如果你放的层次太浅，放在一个不对的层次，那它被下压到穿出的这个机会当然就会更高。如果是从价位低到高，比较便宜的当然就是细胶，那接下来的话就是Gore-Tex 跟卡麦拉，这两者差不多。再更贵一点的就是一体真皮，比较不需要花额外的材料成本的，当然就是自体热软骨。当我们要进行贵族手术的时候，实际上要怎么施作呢？要改善的位置实际上是在鼻翼基底旁边这个凹陷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要如何进去，就是要从上唇翻开来的地方往上，大概在犬齿的上方，我们会创造一个大概1公分的小伤口，从这个小伤口里面进去，把这个地方的空间做适当的剥离。当然这个层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改善的是这些上颌骨性的缺失、骨性的不足，所以要放的是要在骨末下垫在这个实质凹陷的地方。那当然垫进去之后，如果是比较偏硬的植体，我们还是会建议要锁一个螺丝钉。除了上述的这些材质之外，还有一个是用自体热软骨的。那自体热软骨什么时候会用到？其实我们做结构式隆鼻的手术的时候，不管你是用全自热或半自热，我们都会取一段自体的肋软骨出来，然后把这个肋软骨裁切我们需要用的软骨片，架在我们的鼻中隔、鼻小柱，然后鼻头的修饰，去做一个好看的鼻子。这块肋软骨它可能在我们裁切完之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所以有人就研发出一种方式，我就把这个边角料把它剁碎，然后变成是小颗小颗的。有些人会是直接把这些碎碎的软骨颗粒垫在我们鼻基底的位置，也是一样，就是塞进去。那也有一部分的人，他可能会把这些碎碎的软骨颗粒用一些生物胶、组织胶把它粘在一起，成团结块，再像一个植体这样子塞进我们要填充的位置。坊间是把这个方法叫做珍珠肋骨鼻基底手术。
有人会用一体肋骨做鼻基底吗？相较不会。我们刚刚提到说用自体肋软骨去做这些珍珠肋骨的鼻基底手术，它是有点像是废物利用，就是把这个边角料再拿来使用一下的概念。可是易肋的成本其实蛮高的，直接拿来做鼻基底手术会有点浪费。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用易肋来做鼻子，那同时确实有剩下一些边角料，然后来做，我觉得好像不是不行。可是易肋的吸收率应该还是会比自肋多一些，再加上通常易肋它是依这根易肋的大小去计价，所以你要有越多的边角料，那一根易肋一定越贵。所以综合以上，大家对于各种材质运用在贵族手术、鼻基底手术优点跟缺点，或许心中会有一些想法。做任何的整形，其实大部分还是追求一个比较自然，能够有所改善，然后也可以不用担心面临太多的风险。所以一体真皮它或许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柔软的质地，然后它的恢复或是一些表情也都会得到一个比较棒的成果，而且它也不用去担心是不是要增加一个多的外来物，也就是锁一根骨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会跟你分析各种的优缺点，一体真皮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关于鼻基底手术的麻醉方式是可以局部麻醉做的，但是它有点像是加强版的看牙齿，因为你会需要在清醒的状况之下把嘴唇掀开，那从上面制造一个小小的切口，又要进去很深的地方，在骨膜的位置剥离，所以其实那个比看牙还辛苦。虽然好好的做一些神经阻断或是局部麻醉，我觉得会有帮助，但是毕竟还是一个蛮不舒服的过程。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倒不如就是选择舒眠麻醉。那这个手术时间其实大概也在1个小时以内，那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恢复的 OK 都包扎好了，所以相对是比较舒适的。伤口的位置就是在我们上唇翻开来的内侧犬齿上方的这个地方，伤口的大小大概在内部就是1公分的大小，靠近黏膜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会缝一个可吸收线，所以也不需要拆线。那至于术后照顾的方式，因为其实外部是没有伤口的，那只是我们有时候做鼻基底手术改善了是内部骨性的缺失、骨性的凹陷，但是会在法令纹浅层的地方适当的补一点脂肪去修饰外部软组织缺陷。如果有补脂的话，其实就不会特别建议要再去特别做冰敷或是热敷的动作。如果只有单纯做鼻基底手术，我觉得没问题，是可以冰敷这个附近。当然术后还是一样要避免太大幅度的脸部表情动作，或是吃东西的时候也要细嚼慢咽，不可以张得很大啊，或是需要那种咀嚼很大的东西。但是在接下来的也许1周2周慢慢消肿之后，这些动作跟表情以及你平常的日常习惯，我觉得都会越来越舒服，越来越自然。那因为伤口是在口腔内部，吃完东西之后要记得要漱口，也要记得避免吃那些太刺激性的食物，辛辣的食物啊，太烫的食物啊，这些都要避免。最好我们还是要避免一些像香烟、饮酒。这个地方可能还是会需要让它好好的愈合。它相较于其他手术而言，我觉得是一个算恢复期比较快的手术。其实可能如果单纯做贵族手术的话，你抓个2、3天的恢复期，我觉得就 OK 了。但是大部分我们做贵族手术都是搭配其他手术一起做，有点像是做结构式隆鼻的时候，为了要整体一起好看的往前拉出来，所以旁边的贵族手术才会附加一起做。所以合并治疗的时候，就要去考虑到说，需要最长恢复期的那一项治疗，以那个为准则。那大家比较担心是说，我做这项手术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子的风险？任何手术其实都有它一定的风险。我们比较担心的，第一个它可能会感染的风险，也有可能它会位移的风险，那还有穿珠的风险。那这些的话都是比较会令我们担心的，其他可能相对的就是会需要一点时间它就恢复的比如说像肿胀啊，或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感觉好像顿顿的，或是笑起来的时候那个感觉你会觉得比较僵硬或不自然，但是这个都是随着时间会逐步改善。那大家常常会有的一个
问题是说，我做完贵族手术之后，会不会觉得笑容不自然？那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暂时性的，因为微笑其实是一个还蛮复杂的动态结构。实际上他在笑的时候，是这些肌肉大家都在各司其职，去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动态表情。而虽然我们垫的位置是很深层的，垫在骨膜下，但是对于这个地方原本的高低落差，或是动态结构，或是我们在手术中其实还是会把部分的原本肌肉粘着的位置释放开来，所以那个的恢复过程一定会觉得好像跟以前笑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但是随着时间还是会慢慢的适应及自然，那个大部分都是暂时性的。以上就是对于贵族手术相关的说明以及常见问题的一些分享。如果还有其他的想知道的事情，欢迎在底下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拜拜。